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今天和你们介绍的是来自于 Hot Toys 出品的《战斗天使 Alita》。战斗天使这部电影呢，于2019年2月上映，其口碑比较两极分化，喜欢的吹爆，不喜欢的也大有人在。但如果你看过原作漫画《臭梦》的话，再去看这部电影，其实就会感觉还蛮还原的。而且甭管电影咋样，至少《臭梦》这部漫画呢还是很好看的，所以没看过的话，还挺推荐去补一下的。说回玩具啊，Hot Toys 的这款 Alita 呢，其实是在电影上映之前1个月，也就是19年的1月份就公布了，然而却一直拖到了2020年的9月份才出货，这1年08个月的时间，真的是让人等的望穿秋水啊！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款产品在出货之后呢，遭到了不少玩家的吐槽，其槽点呢主要集中在如钢盔一般的头发上。而且呢，在实际把玩一番后，我还发现这款产品身上还有一处非常不还原的地方。那么究竟这款 Hot Toys Alita 为何会遭到如此多的口诛笔伐？它到底又有哪方面没做到位呢？好了，知道这期视频你们等很久了，那就废话少说，让今天的测评马上开始吧。首先，包装盒采用了紫色作为主基调，在盒子上呢还有一些花纹，但说实在的，包装的美工设计我觉得相当一般，所以还是来看看主体的表现吧。因为本体是全塑料的材质，并未运用到任何金属零件，所以拿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还挺轻的。那这款 Alita 呢，还原的是电影里中后期所换上的由火莲科技打造的狂战士身体，而不是电影开篇的时候那个伊德给自己女儿做的白色身体啊。但说实话，如果论外观的话呢，其实我会更喜欢电影开头的造型啊，只可惜各大玩具厂都没有出的意思。话题扯远了，我们还是把注意力呢集中在这款 Hot Toys Alita 的狂战士身体上吧。那首先呢，在公布官图的时候，因为关节外露的关系，所以这个素体呢被很多玩家戏称为放大版的 SHF。诚然，作为一款1:6的冰人，大量的关节外露确实是很难被接受的。但是 Alita 这种特殊的素体构造、造型细节可动与外观的一体性是很难兼顾的，想做成包胶材质几乎不可能啊！毕竟 Hot Toys 也只是个玩具厂商，你想让他去掌握电影中失传已久的火莲黑科技，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同时呢，由于素体表面的细节非常丰富，所以一定程度上呢也掩盖了外露的关节，远远的看上去其实破绽不算很大。不过在肩膀处这里露出的肉色皮肤，因为多重肩关节的设计，在造型上呢显得非常破碎，完全没有一体性，可以说是关节处破绽最大的一个地方了。但是任何事情呢都像一枚硬币一样，有正反两面。比如外露关节所带来的好处就是超强的可动性。那这款 Alita 呢，在素体造型上本身就没有任何外部装甲的限制，再加上关节构造中大量采用多重关节的设计，所以整体的可动性可以说是非常之强的。这么说吧，你上手把玩一下就会知道，你能做出来的姿势它都能做出来，但是它能做出来的姿势你未必做得出来。只要你不是什么体操职业运动员这种身体柔韧性特别好的人，在可动性上面呢，你大概率是不如他的。同时关节活动时的阻尼感呢也很优秀，松紧适中，在膝盖处呢还用到了齿轮关节来增加紧实程度，而且脚踝呢也是齿轮关节，只不过这里是单重关节，所以想要摆到合适的角度的话呢，还是需要手动调整一下关节轴的朝向。顺便来看看脚掌的造型，那脚趾呢是分开的，前部有独立活动关节，而脚底的细节刻画和涂装呢也毫不马虎。那看到这里，细心的你肯定会发现，四肢的一些主要关节并没有涂装，而是用了金属紫的成型色。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避免活动时发生蹭漆的情况。虽然仔细看会有点破绽，但是问题不大，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那顺带一提啊，Alita 的肩甲和胯部的这块遮丑零件呢，为了避免影响可动，都采用了软胶件制作。肩甲其实还好，但胯部这边呢，因为软胶件啊，就容易出现细节偏肉的情况。而且裆部的造型，这个黑色零件凸出来一块是什么鬼啊？感情雨果这是亲了个带把的。好，我们继续看回玩具啊。那这款 Alita 素体的细节呢，可谓是非常丰富，而且 Hot Toys 呢还在装甲缝隙里做了渗线涂装，质感的表现很到位。不过毕竟是流水线批量生产的产品，所以在局部呢也会出现渗线不均匀或者没擦干净的瑕疵，仔细看的话比较影响美观。而且视频开头我提到有个很重要的地方，这款 Hot Toys Alita 没还原出来，那就是狂战士身体上很大一部分的紫色外甲在电影里是透明的材质，而在这款产品身上却只用了金属紫的涂装，虽然说也不难看，但还原度总归是大打折扣的。
至于 Hot Toys 为什么没用透明材质呢？我觉得最主要可能是因为紫色透明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追求完美还原的话，那全身的素体都应该是透明零件，然后身上银色和黑色的装甲就是在透明零件上做分色喷涂来进行再现的。可这样做，内部的关节轴就有可能暴露出来，让美观度大打折扣。而且有意思的是，不只是 Hot Toys， 就连卖的更贵的 P1S 以及 QS 的 Alita 雕像，紫色部分也都是金属涂装。说实话，这两款雕像又不具备可动机构，为什么不能做成透明的？我实在不理解。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市面上好像还真没有完美还原电影的 Alita 周边。想到这里，真的是一声叹息啊！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所以如果市面上还有还原出素体透明的 Alita 产品，欢迎大佬在评论区或弹幕里告诉我一下，让我长长姿势。好，升级部分到这里就看完了，接着我们来聊聊这款 Alita 被吐槽最多的地方，也就是这颗头雕了。首先我表明我的观点啊，Alita 的面雕呢做的还是比较像的，标志性的卡姿兰大眼睛得到了很好的再现，而且眼球处的涂装光泽度很高，质感挺不错。可是头发部分的表现就实在是太拉胯了，这款 Alita 的焦发完全没有再现出真实的发丝效果，特别是发梢处的细节处理的非常不自然，远远看过去就好像是戴了一顶黑色钢盔一样。其实最开始展绘图公布的时候， Alita 的试作样品是直发的，虽然它效果也不算很好，但至少比现在强吧。而且这个焦发的效果，即便是对比当初的官图，我觉得也是差了很多的。不知道为什么最终量产实物会缩水成这个样子。而且看到这里，聪明的你可能又会问了，既然焦发表现力这么差， Hot Toys 干嘛不做直发呢？其实这款产品不用直发技术，我个人猜测最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它搭载了可动眼球技术。Alita 的头发是可以拆卸的，头顶和头发内部呢都能看到固定用的吸铁石，而去掉头发后呢，转到后脑勺的位置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可动眼机构了。玩具里附属了一个白色的小工具，借助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自由的调节眼球了。有一说一，可动眼确实能表现出很多眼神，也能让人偶显得更生动。另外，一般这种可动眼机构呢，在 Hot Toys 1:6比例上只会出现在 DX 产品线里面，像这种 MMS 电影线的产品搭载可动眼的呢，实在是少之又少。所以 Hot Toys 呢，可能是考虑到如果用了直发技术，就没办法对内部的眼球进行调节了，最终呢，这款 Alita 才会使用焦发。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很难让人信服。首先，可动眼呢最多只能算锦上添花，但是头发质感的表现对于头雕整体素质的重要性可是不言而喻的。说实话，我宁愿你阉割掉可动眼机构，给我做个直发，也不想要现在这样一个头雕。而且直发和可动眼真的就不能共存吗？我觉得完全可以参考 DX 系列蝙蝠侠的设计理念，将头雕做成空心的结构，拆卸后呢，直接在内部用工具来控制眼球，这样做既不影响直发的使用，也能够保留可动眼，可谓是一箭双雕。然而 Hot Toys 并没有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技术上比较难以实现吧，但无论如何，这颗头雕焦发实在是无法令人满意，所以如果你很在意这一点的话呢，要么不买，要么买了后找手艺人改造直发吧。其实目前网上大神自改直发后的效果都还蛮好的，这也侧面反映了本款头雕的问题呢，主要是出在头发上，跟面雕的表现呢没有太大关系。而至于有些人吐槽为什么不给海报上的血痕替换脸呢？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电影中 Alita 在脸上画血痕的时候，并没有穿着狂战士的素体，而且多给头雕不还得多费点成本嘛？再加上从还原电影的角度来解释，不给这个替换件也说得通。所以鸡贼的 Hot Toys 呢这么做有它的道理，只是从玩家的角度出发，还是希望厂家呢能多给一个血痕替换脸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配件吧。首先造型手方面呢，一共是7个替换手型，除了常见的握拳手和开掌手之外，这款 Alita 还附属了一个握持武器的右手手型。而最具特色的呢，还要数这对手指完全张开的手型。仔细看的话呢，左手和右手的造型还不是完全一样的。换上去之后呢，调整好姿势和重心，你会发现这款 Alita 居然能摆出类似于电影中测试身体柔韧性的高难度姿势，这一点可以说还是非常让人感到惊喜的。然后配件中呢还附属了一个小心脏，细节刻画以这个尺寸来说勉强过得去，但涂装就不太行了。首先心脏顶部的圆形细节电影中是能发蓝光的，然而在玩具上呢却没有用任何涂装的形式来进行表现。而且电影中的道具心脏左右两边的红蓝部分是透明的，而玩具上呢就只上了金属漆来还原，质感差点意思。安装到身上的时候呢，先要拆下胸前的盖板，可以注意到这里是通过磁吸附的方式进行连接的。拆下之后呢，内部会有一点机械细节刻画，同时还能看到3个洞。那我们就可以把心脏上的软胶线材安插到对应孔洞里，这样就能再现出电影中 Alita 取出心脏的情景了。只不过仔细看电影的话，你会发现胸口打开取出心脏的时候，双峰处的装甲也会参与变形，然而在玩具上却没给替换件再现，可以说这个部分的还原度确实很差劲了。
主武器大马士革刀，刀身呢没有采用金属零件打造，所以拿上手呢会感觉有点轻飘飘的。刀身处的细节刻画呢还可以，但分色涂装仔细看的话呢，局部还是会有点没涂到位的情况存在。刀柄处呢采用了亮面和哑光面两种不同的黑色涂装，质感的表现比较到位。通过对应的握持造型手，就可以再现出拿在手上的样子了。最终决战时呢，阿丽塔身穿的黑色皮衣这款产品也有附带，在包装里呢还给了一个黑色硬纸板，防止变形。整体的裁剪很不错，表面的细节呢还有光泽度也很赞。那服装做工呢是没啥大毛病的，想要穿上身的话呢，首先要取下双脚的零件，注意内部的脚踝连接器也要一并取下才行。然后呢，把裤子往上套就可以了。因为面料拉伸性还是不错的，所以穿起来呢并不太费力。穿好后呢，再给阿丽塔穿上靴子。这里为了可动性的考量，靴子是做成了分体式的结构，而且还能看到内侧有一个圆柱形防止软胶件形变用的支撑海绵。在安插到主体上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海绵取下才行哦。那么一番操作之后呢，下半身的服装就搞定了。上半身的背心呢，后侧有个拉链，拉开后呢，可以看到里面的内衬是很柔软的绒面。这样穿上身之后呢，应该是不会对内部的机械素体造成什么染色情况的。接着呢，我们把背后的拉链重新拉上啊，这里操作的时候需要多耐心一点。全部拉好之后调整一下，那么阿丽塔的衣服呢就全部穿好了。身着皮衣状态下的阿丽塔其实还蛮帅的，不仅是因为这身皮衣造型酷炫的关系，更多的是因为穿上了皮衣之后，本体的大量外露关节就被遮盖住了，所以从外观上看起来，这个状态下破绽很小。再加上皮衣的裁剪非常贴身，所以对于这套衣服呢，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另外前面提到过，服装面料拉伸性很好，这样做一方面呢是考虑到方便穿脱，另一方面也保证了穿上衣服后不会影响可动。实际把玩一番后就会发现，即便穿了皮衣，阿丽塔本体的可动性依然很不错，只是掰下盘的时候要注意点，别把裤子弄扎线了。顺带一提，靴子呢虽然是硬胶材料制作而成的，但是鞋带的刻画包括细节涂装呢都还可以，表面的做旧效果质感也很到位。鞋底的话呢有一些旧化涂装，但是没有纹路，不知道是厂商偷懒没做，还是电影设定就是这样。同时呢，靴子内部有一个球形关节，再加上分体式结构的设计，所以左右接地性呢也是很好的。最后地台方面呢，是一个城市废墟样式的圆形轻型地台，上面砖块的细节刻画呢跟涂装都还算是比较真实，质感挺不错的。地台正面的铭文虽然不是金属名牌，但是文字 logo 的印刷再搭配上表面的幻彩效果，确实还挺漂亮的。因为是女性人偶，所以附属的夹子尺寸方面呢会比普通的要略小一点。那地台上支柱的接口呢也比较隐蔽，通过透明柱子和夹腰式支架就能对人偶主体进行一个有效的固定。看到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台还挺良心的？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地台完全沿用了 Hot Toys 之前战损限定美队的模具，而且战损美队的这个地台呢，其实也是在更早之前推出的人狼地台的基础上小改模而来的产物。其实阿丽塔的地台沿用老模具倒也没什么，但至少得做点改动吧。我觉得哪怕在地台上新追加一些百夫长的残骸也好啊，只可惜厂商并未这么做，难免让人感觉诚意不足。但话分两头说啊，这个轻型地台再怎么样也比给一个普通的制式地台要好，对吧？那么到这里，这款 Hot Toys Alita 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也许可能是我对本品的期望值太高了，所以拿到手发现这么多地方做的不还原时才会如此的失望。这也是整个视频看下来你会发现我对它的吐槽多过于赞赏的原因。但话又说回来，这款产品呢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可动眼机构确实很生动，高可动性素体呢把玩起来也很有乐趣。所以如果你很喜欢 Alita， 而且也不是非常在意本品的缺陷的话，那么这款产品呢还是可以考虑入手的。毕竟如果你想买一款 Alita 的可动人偶，那么 Hot Toys 呢依然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只是如果你没预定想吃现的话，还是等大货到齐了，价格稳定下来再说吧。毕竟呢，以目前2000多的现货价格买这样素质的一款产品，我觉得实在是不值当啊。OK，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记得关注或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看完别忘记参与支持一波，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